欢迎来到我的皇后镇之旅。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美丽的小镇，从格林诺奇的湖光山色到剑镇的复古魅力，从海斯湖的宁静到皇后镇花园的悠闲漫步，最后带你乘坐蒸汽船穿越100年历史。当然还有绝对不能错过的美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 Holl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到新西兰的第4天，我们要在皇后镇玩2整天。第1天去格林诺奇，然后游皇后镇花园。来皇后镇不吃一顿 Frog Burger 简直等于白来了，它像是皇后镇的一张美食名片。旁边的烘焙店和汉堡店是同一家公司旗下的，在等汉堡时可以来这里买咖啡和甜点。等了半个小时，汉堡做好了，多汁的牛肉饼，新鲜的蔬菜，融化的奶酪，再配上特制的酱料，太好吃了。2个汉堡一共40纽币。从皇后镇开车去格林诺奇，大概45分钟车程，全程沿着瓦卡蒂普湖开，绝对是新西兰最美的自驾路线。右边地图上的这些景点一定不能错过。刚开出皇后镇没多久，就会路过 Seven Mile Point， 群山包围着蓝色的湖水，大片的黄色花朵在湖边盛开。一位热心的网友告诉我，这是金雀花。旁边有条步道，如果时间多的话，可以下去走一走。Wilson Bay 是个非常适合停下来放松的地方，这里的湖水是那种让人忍不住想跳下去的透明蓝，太干净了。这是个没有名字的观景点，和其他景点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。重点来了，Benny's Bluff Viewpoint 必须停，这是整条路上最壮观的观景点。湖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着蓝天、白云和群山，每张照片都可以做壁纸。25 Mile Stream 像是一片未被打破的秘境，安静的只听得到风声和流水声。格林诺奇到了，这里不大，只有几家咖啡馆和小商店，给人一种特别治愈的感觉。喝完咖啡，我们走去格林诺奇码头。这座红色的小房子超有辨识度，也是拍照的绝佳背景。码头的木栈道延伸进湖里，前面是瓦卡蒂普湖，周围是雪山和蓝天，阳光洒在湖面上，闪闪发光。这里有7棵树，一点都不孤独。格林诺奇湿地步道全程大概2小时，平坦好走，非常轻松。一路上可以看到湖泊、草地、沼泽，还有倒映着雪山的池塘。
很喜欢这座古朴的木桥，两侧的风景有一种宁静的美。站在桥上，感受微风拂面，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。湿地步道是一个适合放慢脚步，好好感受大自然的地方。不管是摄影爱好者，还是想要放松心情的人，来了这里绝对不会失望。傍晚，我们回到皇后镇。皇后镇花园像是披上了一层柔和的纱。湖边很热闹，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。小鸭子们追逐觅食，海鸥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在人们身旁自在悠闲。湖边有很多人，看到我拿着手机在拍照，微笑着跟我打招呼。还有一个帅哥用不太标准的华语对我说：“欢迎来到皇后镇。”新西兰人真的很热情。这些船被改造成小酒吧，在上面用餐应该很有情调。傍晚时分的小镇也开始热闹起来了，街道两旁的店铺亮起了温暖的光，街上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这家店是 Fork Burger 的连锁店，提供多种口味的手工冰淇淋。好喜欢皇后镇花园，这是一个被时间减速的地方，既轻松又有活力。晚上不想吃西餐，找了一家评分不错的日本餐馆。餐馆布置得很温馨，菜的分量不大，都很可口。三文鱼很新鲜，搭配蔬菜和柠檬汁很开胃。鸡肉炸的火候刚刚好，酱汁的味道我们很喜欢。烤肉串很香，肉汁饱满。煎鲜贝非常嫩。吃了好几天西餐，能吃到馅料鲜美的饺子，真的好满足。这一餐一共110纽币。吃完晚餐，在街道上漫步。Cookie Time 是新西兰的国民饼干品牌。皇后镇的这家 Cookie Time Cookie Bar 是这里的甜蜜地标。经典红色笑脸 logo 绝对不会认错，每个走进来的游客都不会空着手出去。皇后镇第二天，先去坐缆车，然后去建镇，再到海斯湖边散步，傍晚回皇后镇乘蒸汽船。皇后镇缆车是这座小镇的必打卡项目，它带你从湖边一路飞上鲍勃山，从高空俯瞰整个皇后镇的绝美风光。山顶有一个观景平台，瓦卡蒂普湖蓝得像染了颜料一样，远处的雪山朦胧又梦幻，橘色的滑翔伞非常亮眼。本来对这个项目没兴趣的我们，看到这一幕也跃跃欲试。可惜滑翔伞非常热门，一定要提前网上预约，当天肯定买不到票。这是热门项目山顶滑板车的赛道，我们去的时候由于有施工，下午才开放。乘缆车下山，透明的玻璃车厢可以360度欣赏皇后镇的美景。
建镇距皇后镇大概20分钟车程，是一座隐藏在山谷里的时光小镇。一进建镇，就好像穿越到了19世纪。街道两边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，木头的小房子，篱笆院墙上开满鲜花，彩色的店铺招牌，每一处都透露着复古信息。这家 Arrowtown Bakery and Cafe 派非常有名，我们买了羊肉薄荷派和泰式绿咖喱派，都很好吃，加上咖啡一共24纽币。建镇的 Patagonia Chocolate 简直是甜品控的天堂，被女皇镇这家店的排队长龙吓退的朋友就来建镇吧，一定要试试他家的冰淇淋，特别是加入巧克力碎的口味，绵密细腻，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。奶酪蛋糕非常丝滑，味道浓郁。柜台上摆满了各种精致的手工巧克力，每一样都想带回家。Remarkable Sweet Shop 简直是梦回童年的魔法糖果屋，满墙的糖果，像是回到了小时候，拿着零用钱跑到小卖部买糖的快乐时光。从建镇到海丝湖只有6分钟车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海丝湖虽然不像瓦卡蒂普湖那么大气磅礴，但有一种宁静的美。在这里拍照，一定要捕捉白鹅倒映在水中的景象，镜中鹅影的画面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。白鹅们聚集在湖边的草地上，一边踱步，一边寻找食物。看着它们悠闲的步态，你会忘记城市的喧嚣，融入到这片宁静的氛围中。海丝湖步道是一条环湖步道，全长约8公里。这条步道风景优美，草地上的黄色野花，远处的绿树青山，在蓝天白云下构成一幅迷人的田园风景画。湖水非常清澈，在湖边和朋友谈天简直是一种享受。回到皇后镇，又是傍晚时分。湖边的人还是那么悠闲。我们到码头准备乘坐蒸汽船。这艘蒸汽船已有100年历史，是新西兰最古老的蒸汽船之一。船体的木质装饰、巨大的蒸汽机和红色的烟囱，一切都充满了历史的韵味。游客可以坐在复古的座椅上享受温暖的氛围，也可以站在甲板上感受湖风，欣赏远处的山脉。蒸汽船的目的地是一座农场，如果想在农场吃晚餐，一定要提前预订。我们提前1天订票，晚餐已经没有空位了。看着停泊在湖边的蒸汽船，感觉回到了100年前。傍晚的农场很安静，水中的鸭子、白鹅和蒸汽船在一起的画面充满了烟火气。小羊吃饱回家了。乘船返回皇后镇。从船上看皇后镇，错落有致的建筑，湖边的彩色小屋，远处的山脉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。
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。明天去米尔福德峡湾看瀑布，我们下期再见。